2月7号到2月27号，末法时代的至暗时刻，中美之间的决战不可避免，一定是更加残酷、更加混合型的攻击。2月7号到2月27号是中国最危险的战争风险期，大家都在忙着过年，是中国最放松的时候。当年的新冠爆发也是在春节前，武汉封城，这个就是教训。美国一定要打压住中国的发展，这是世人皆知的。越往后，中国更强大，越不利于美国。而之前种种的机会，美国都没有得逞。而这次决战一定是更加残酷、更加混合型的攻击。代理人战争会同时结合关税战、金融战、舆论战，各种对中国的抹黑，包括太空战、AI 战、生化战、声波、微波、电磁脉冲等等，这些最新型、最隐秘的当代武器。没有伦理的边界，没有正义公道，这正是末法时代的至暗时刻。无论川普总统宣扬他多少次以和平的方式阻止了战争，包括现在转移格陵兰岛及其对欧洲要采取的行动，其实都是在麻痹中国。我们的对手是在明处，一次次的发起攻击，而我们尽管屡次都扛过来了，但有一次失误就会酿成致命的错误。要做到万无一失，因为一失万无。面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，很可能就是综合性的，而且有可能是同时同步发生的。无论是日本、台湾或者菲律宾，他们都想趁中美决战的时候捞到自己的好处，这也正是美国所希望的。而首当其冲的很可能就是日本，因为他们正在趁二战结束80年之际修改许多的国际条款，包括和平宪法，以推动他们的军事正常化，向军事强国的方向发展。也看到他们已经在修改侵略历史。所以从1592年、1894年、1904年、1937年、1941年等等这些时间点，都可以看到日本扩张的野心和他们偷袭战术的一贯的手法。为什么高市早苗有他如此嚣张和自信的言论？因为他也有很高的国民支持率，他有83%的年轻人的支持。作为日本人，也一定希望他的国家繁荣昌盛，实现他们的民族梦想。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只局限于这样一个小岛，这样有限的资源。特别是在川普总统访问日本之后，日美之间很可能有怎样秘密的商定，而且日本也会有，比如说日本秘密研究的激光武器、细菌和病毒武器，这些可以追溯到731部队他们的战争理论和传统，所以他会有先发制人的必胜信心。而台湾也是会被利用的，甚至也会在这个时期在美国的怂恿下参与由美国支持的国际组织，或者说是亚洲版的北约。那时中国的丰台军演可能就会变成事实，而斩首行动已经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法则。当然这些都绝不是上策。同时菲律宾也会趁机有所动作，这些都是在美国的指使下组合拳性的。虽然他们也都明白这些可能就是美国的炮灰，因为美国怎么可能为你的利益去着想、去牺牲、去付出？连他们两党之间都会争斗的你死我活，甚至说是暗杀，他们对自己的百姓都会是剥削，更何况黄种亚洲人。所以这场秘密的战争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生。那么当高市早苗高调的泄露他的野心的时候，就遭到了川普总统一通的怒骂。而日本实际上也在备战，囤积大米，当然我们中国也有所准备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是一场决战，不仅是中美间的决战，更是一场文明间的决战，也是天地间道与魔的决战，决定了文明的走向，决定了人类的未来。这场战争如果爆发，将是非常残酷的，因为它是集中了更先进的技术，它注定更加的野蛮，更加自私，它是文明的倒退的。那么最后的结局会如何？违天道遭天谴，还是顺公德得天助？我相信无论是中美、中日，还是我们与台湾同胞间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，一定还有上策，相互学习，共同发展，繁荣亚洲，而更好地推动世界和平。当我们以更加崇高的理想
再去唤醒梦想的时候，这个战争的危机时刻能够度过，而迎来一个2026年更美好的春天。这正是我们下一次要聊的话题。